这次的主题是下半年脱单指南，请大家根据屏幕上棋盘内的3个棋形1、2、3，做出自己最有感觉的选择。请把成双成对这4个字在做选择的时候发到弹幕或者评论区上。短视频的朋友请双击牌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选择。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最近半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缘分？来看这个五行阵。这个五行阵呢，揭示出了在半年内你将会遇到的缘分，它的长相、人品、工作能力、性格和经济状况。你遇到的这个人呢，长相其实是非常出色的啊。如果放在同龄人里边，可以说是鹤立鸡群。那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会感觉很拉风啊，也会招来这个身边的闺蜜们啊、朋友们比较羡慕的目光哈。确实，长相很出众，这也得益于你的眼光和魅力。在性格方面呢，其实你的那个缘分呀，他经历了很多，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简单和单纯的人啊，他有自己的故事，他有自己的痛苦、欢乐、悲伤和忧愁，所以他想的会比较多。他比你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呢，可能还要稍稍沉重一些。他背负的压力蛮大的。同时呢，方方面面要考虑到的问题也比一般人要多，所以这也造就了他的性格呢是比较稍显沉重和沧桑的，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大咧咧的人。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啊，有这样的性格也未必是坏事啊。人多经历一些呢，在相处的时候，对生活、对人生也会有更深刻的感悟。在经济方面呢，一般般吧，也是一个平常人，既不是大富大贵呢，也不是经济条件很糟糕的，可以说是平均水平，中规中矩。那这样的一个综合条件呢，反映到他的工作能力上呢，那他会比较拼，他是一个对事业、对工作干起来不要命的人，为了自己的事业目标啊，可以说是拼命三郎啊，事业心非常的强。这也源于他过去的经历啊，正是因为他方方面面背负的压力还有经历的事情很多，所以他会对事业和工作特别的上心，以至于为了这份工作，他甚至可以牺牲掉很多东西。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关键就看怎么用，关键也在于他的事业究竟是一个理想的正当的事业，还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事业。这决定着你的未来这个缘分，这个人他的走向。那综合了这些外缘呢，最后来看人品。有了这些复杂的环境和经历啊，他的人品也是蛮复杂的。他肯定谈不上是那种坏人，但也不是那种特别简单毫无心机的好人，他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么一个状态，他是游走在善良和复杂之间的这样一种状态。尤其是他的事业和他的经历啊，带给了他看问题很多的角度，所以在你看来可能他比一般人复杂，但这种复杂呢，也并不是说有多么坏啊，不是这样的。当他压力过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视角。那这方面呢，这是他过往经历带给他的一些压力和伤痛，这时候就需要用爱去疗愈他。所以综合起来呢，他的人品，是那种非常聪明的人，但这种聪明要把握一个度。如果这种聪明过了头的话呢，可能会过犹不及，会走偏，会做一些可能看起来
很容易成功或者所谓财富发展的捷径，但这种捷径对人生来说并不是好事，甚至欲速则不达，更严重的呢，甚至玩火自焚。所以呢，将来你在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啊，特别要把握他的事业缘和财富缘，尽量不要走那种无本万利的捷径啊，这样呢，你们的感情才会有一个长久和稳定的基石。再来看他的特征，那他对于这份缘分的特征呢，其实还是有不少顾虑的。他不是一个特别随便的人啊，对感情，所以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顾虑，甚至一开始呢，看起来也不会太主动。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和担心，这种担心从侧面来说呢，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另外呢，他对这份感情和这个缘分会一点一点的深入，不会像闪电恋那样啊，一下子变得很火热，不是这样的。他是那种逐步加温，甚至若即若离，不断的在磨合中去渐入佳境的那种感觉。而且在这个感情方面，他会比较谨慎。一旦觉得感觉不对，可能就会跑掉或者滑脱。所以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身上既有恐惧和顾虑的沉重，也有游戏的洒脱，也还有那种为对方着想的患得患失、若即若离。所以他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这样一个感情状态啊。所以你遇到这样的缘分呢，就像打开了一个五味瓶，可能会让你体会到和普通的恋爱情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也是一份特别的礼物。当你打开这份礼物的时候，要准备迎接各种不一样的体验。那么第二个问题，该不该与对方进一步接触呢？我们来看这个梯形阵。从你们的接触方式来看呀，他是那样的一个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他的顾虑和他的多重的角度是混合在一起的，那注定了他不会很主动，他是一个恪守本位的人。对这方面的反应呢，可以说会在你看起来会比较迟钝和缓慢。他就像乌龟一样一步一步的爬啊，这样反应。所以呢，一种理想的接触方式呢，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感觉的话，可能你要做的主动性的信号要多一些，要不断的释放信号，并且创造机会。这样呢，他会一点一点的给你回应。那这种你主动的方式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如果真的这个人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真的你就认准他了的话，其实谁主动倒是无所谓啊。遇到了合适的人，那就大胆去行动吧。那在接触的温度上啊，特别要提醒不能太热烈，因为以他的风格呢，一开始就很热烈，会把他吓跑，那这个感情的发展反而就卡住了，卡在那里动不了了，欲速则不达。所以切记不要一开始表现得很热烈，虽然你要主动，或者说你会做很多，但是在外表看来呢，恰恰还是不露痕迹比较好。如果这种中间态的温度呢，或者说比较柔软的方式呢，也不太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其实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自然相处，就是用你最本来的、最本真的那个方式去展现给他，去让他看到你真实的样子，反而不用去想很多办法和小手段，没有必要。你们两个人如果对频的话，很自然的会走在一起，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会太费力。虽然看起来是你主动但其实呢，真正当你们相处的时候，
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一起，你只需要去在一开始在推动这个发展的过程就好了，不用殚精竭虑去想很多呀，也不用担心被拒绝呀怎么样，就这样自自然然多相处，那么这个缘分就会自然而然的生发了。再来看第3个问题，你和他认识的途径。在你的人际圈中啊，这个八卦阵显示了方方面面的缘分，它的强弱。很明显呀，这个新朋友要比老朋友强一个档次，老朋友在这方面能做的贡献就很有限喽。包括你的老同事，他们对你的印象呢，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但实际上呢，你每天都在变化。现在的你跟那时候的你肯定大有不同，所以他们选择的频率未必适合你。对于家人这方面也未必很是你的心。他们的那个频道往往抓不到你的那个点，所以呢，其实你的首选啊，是和新朋友在一起玩，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他们也会发现你身上特别宝贵的东西。另外呢，在旅游的时候，参加派对的时候，也会认识很多新的机缘。还有就是商务事业圈，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活动。在相聚的时候，大家不是很熟的情况下，反而能够有一些惊喜。相对来说呢，老朋友、熟人的家人圈呢，反倒在这方面不是很给力。所以你要把目光转移到你的新结识的，或者说认识不是很久的人际圈子上，这方面会有新的机会。第4个问题，给你的心灵调整的建议。那要想脱单呢，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缘分，你需要做的呢，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在行动上呢，不要太主动、太着急，还是要把以往的感情经历啊清理干净。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能你刚刚经历了一段很精彩的感情啊，刻骨铭心，可能忘不了以前的旧情，还会想起那个人。但是你要知道啊，人的心灵空间是有限的。如果你总想着过去，总向后看，那么真正前方缘分到来的时候，你怎么样把握住它呢？所以在缘分到来之前，还是把你的旧缘旧账清理干净，做好善后工作，这样才能够给即将到来的美好缘分腾出空间。那在内在方面呢，其实也不要太纠结，总之是顺其自然是最好。要知道上天会做出最好的安排，那你不要用你的头脑去设定、去计划。有时候那个人该出现的时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你就做一个顺水行舟的这样一个随波逐流的小舟，在感情的河流中随波荡漾，这样也很好啊。所以也不用担心，不用为将来焦虑，只需要顺着你的感觉往前走，一切都会自然发生的。OK， 以上是关于第1种选择的解读，请大家选择1键3连支持我，谢谢。我们来看第2种选择，这个五行阵呢，来揭示了第1个问题：最近半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缘分？你的那个人呢，首先要告诉你一个看起来不是很给力的消息啊，他长得可能很一般啦，并不出色。不过呢，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在另一方面很出色，经济条件特别给力，他在经济上能够给你特别有力的支持，可以说对你是有求必应妥妥的一个暖男风格的大礼包，你这方面的幸福感是很高的。在工作能力上呢，他的工作其实是蛮折磨人的，但没关系了，他经济条件好，这方面压力也不是很大。在性格方面呢，相对保守和压抑一些，不是那种特别开放的有什么话呢，可能是喜欢闷在肚子里不说。
宁可烂了也不愿意向你分享。那这种人呢，可以看出啊，他是蛮心疼人的那种，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在这个精神方面不会拖你的后腿，在经济上呢又能给你支持。最重要的是啊，人品非常好，他在你最需要支持的关键时刻啊，总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动用他所有的资源去支持你啊，对你的支持力度简直是燃爆了呀。所以和他对你的支持相比，这点小小的不满意算什么啊？那真的这种人的人品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那你真的中彩票了。所以呢，上天是公平的，当他给你一样东西的时候，就会拿走另一样，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不可能样样都要，对吗？所以呢，你的这个缘分呀，他在经济上特别给力，特别的支持你，人品呢也是非常的正，责任感非常的强。当你需要支持的时候，义无反顾，扶危济困，毫无怨言。这样来看呢，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伴侣啊。再来看看他的特征啊，他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人。首先呢，爱憎分明，脾气还是不小的呀。对待事情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最讨厌那种和事佬、相怨好好先生，一件事要么爱，要么不爱。对待朋友呢，也是，要么是好哥们儿、好闺蜜，特别铁，要不就是路人甲、路人乙。这种脾气挺可爱的啊。好事坏事呢，也都是写在明面上，所以给人一种个性鲜明啊，很可靠的感觉。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喜欢大鸣大放的人，敢讲。越是在人多的时候，越是人来疯。时不常呢有惊人之语。如果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是比较出风头的那个，无论是演讲啊，还是魅力展现呀，他会给人很强的第一印象的冲击力。当然，这让你也面上有光啊，对吗？另外呢，在人际关系上啊，其实他也是高手。虽然看起来啊，他爱憎分明，但是他不傻。对于人际关系有自己的运营之道。在这方面呢，其实有时怎么说呢？外粗内细啊，外表看起来大大咧咧，实际上心思也是很细密的。是可以做一些很精微的人际关系的相处之道。所以和他相处的话，并不难受。他会用他的这种细腻啊和力量来和你进行一次可能让你很舒服的互动，这可能也是你想要的吧。第二个问题啊，该不该和对方进一步接触？是怎么样接触为好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也说了哈，那个人呢，其实脾气还是挺鲜明的，也蛮有个性的。对待这种人呢，其实你越是上赶着，反而越容易被鄙视。那所以，你对待这种人，可能你一开始也不是很有感觉觉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同时呢又大鸣大放的那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呢，他也不是那种主动招惹桃花的人，所以你们两个怎么会碰在一起呢？那完全是一场意外。可能两个人都没有这个心思谁追谁或者谁主动，但是不知怎么的阴错阳差的，就撞出了一脑门子火花，稀里糊涂的，这个缘分就发生了。所以你们两个本质上都是被动型而且对待感情呢，也都是有一搭没一搭，不是很上心那种或者说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可能想的很多，嚷嚷的很多，但实际到了关键场合了，反倒说不出、做不出什么来。那所以对待你们这种类型的人呢，那老天呢也自有安排所以准备了很多剧情哎呀，你们这两个毫无技术含量的人呢，完全靠运气走到了一起。
那至于说是相处的风格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无论是热烈的，还是温柔的，还是被动的，总之呢，连滚带爬，毫无大脑逻辑的会走在一起，会让人跌碎眼镜。但是这个事儿就这么狗血，所以你的这个感情的频道还真的是蛮特别的啊！为什么会吸引到这样的缘分呢？哎呀，这个脑洞确实比较大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所以也会吸引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缘分、不一样的剧情。好，第三个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八卦阵来看一看啊，你和他认识的途径。虽然说这个剧情很狗血，但总之要有一个媒介嘛。那这个媒介到底哪一条通道比较给力呢？那我们来看啊，如果是最不给力的，应该是家人介绍。这方面你就不要想了啊，家人的眼光真的不适合你啊。介绍的人呢，总之你是巴不得赶紧逃离的啊，唯恐落入他们的魔爪，所以离得越远越好。朋友介绍呢，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缘分，但总的来说很费劲，就是他们给你介绍的都不是很满意，即使看起来还行的呢，也都是讨价还价呀，要不然阴错阳差会出一些意外。总之，即便你很有诚意的去想开启一段感情啊，但是奈何呀，天公不作美呀，缘分不到位，你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人。遇到合适的人呢，也往往从朋友这边呢，要费很大的劲，也难以达成一个美满的结果啊。所以呢，这个新朋友这一块儿，还有这个原来的这个朋友这一块啊，对你的这个支持也是比较有限。那相对来说，一些更老的朋友，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会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实际的一些缘分的支持。还有老同事，同事这块呢，不光老同事，新同事其实更给力，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新同事啊，他们对你的认识啊，还有给你介绍的缘分，可能更符合你当下的状态。至于其他的商务活动呢，像旅游啊、派对呀，还有商务事业圈呢，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并不意味着没有啊。你也可以偶尔去参与一下，但是呢，没有必要目的性太强。有呢更好，没有也很正常，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你心灵调整的建议。要做好迎接这份感情的准备呢，那就需要你呢在自己的成长上啊再下一点功夫，因为你的那个人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人，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太平凡太普通的话呀，可能未必对他的胃口。那你需要让自己变得更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并不一定是外貌上的，而是思想上的，让自己变得视野更开阔，让自己变得心量更加广大，更有追求。虽然这个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啊，追求可能是一个奢侈品啊，听起来，但实际上，当你真正遇到与众不同的人的时候，尤其是你的那个人的时候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呢，它也会唤醒你内在的那个部分。那与其说你到时候要被动的唤醒，不如说现在去主动的做准备，去迎接那个不一样的剧情。那你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加饱满，更加丰厚，让自己更有梦想和激情，对吗？可能你之前活的比较沉重，或者说被很多世俗的想法障住了眼睛。所以会陷入到一个小圈子的一个比较低的频率里边，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啊，都是一叶障目。当你拿开那片叶子的时候啊，会发现天地很广阔，你的生活
有很多种可能性，远远不是你目前遇到的这点小障碍就把你障住的，没有必要为此而烦恼。所以让你的心胸和眼界变得更开阔一些。别像一个一个怎么说活在小壳子里的人的一样，那样对你来说太可惜了。你可以活得很潇洒，很潇洒，很有梦想。当你变成这样的人的时候很多意外的缘分就会发生，那你也会吸引到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因为你就是在追求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那当他到来之前，你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做好，那现在就开始吧。OK， 好，以上是关于第二个选择的解读。大家听完之后呢，请选择一键三连支持我，谢谢。好，我们来看第三种选择。第一个问题，最近半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缘分呢？这个五行阵给出了答案。你的缘分那个人长得是蛮潮的，很时尚外表特别招人喜欢，而且他对于时尚的这种潮流和风格特别在行可以充分满足你的视觉享受。工作能力可以说也还不错，是一个特别适合在国企官场这种传统型的人脉圈子里边、工作圈子里边，他会如鱼得水。他是那种很善于去通过稳健型的这种策略来经营自己的人。在性格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善于会运作人际关系，所以他这种性格呢，特别适合在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圈子里如鱼得水。那这种情况呢，在经济上呢，也就造成了他不是那种大富大贵或者突然崛起的这种发展形式而是始终是波澜不惊，逐步的慢热，最后呢渐入佳境。那从这个长相、工作、性格、经济能力4方面来看呢，其实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中庸的那种类型。虽然外表看起来很潮但实际上骨子里包括思维方式、为人处事的方式都是蛮传统、蛮中庸的这种风格，具有很强的国企烙印那在人品方面呢，这种性格也造就了他是属于那种保守型，他很注重规则，而且呢也不愿意打破规则。这种人呢是很稳健，不会越雷池一步，不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在内心深处呢很注重秩序、规则，包括还有他心中的那个所谓的公理，他会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人生教条和准则。这样的人呢，当然你不能说他很有趣，但是很踏实，他会给你一个相对可靠的一个后方。就他的所有的规则你也都明白，规则都摆在那里这种稳健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教条。所以总体来说呢，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传统好公民而且外表看起来还挺潮挺时尚，就是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从这个三角阵来看，它的核心特征呢，他是一个界限感蛮强的人这种界限就是理性的象征，凡事讲究个理字，得说出个1、2、3、4来。那这种人呢，在工作上特别讲究原则，也特别注重秩序，不会乱来。在生活中呢，其实倒也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工作压力是比较轻松和享受生活的那种。他不是事业狂，他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清楚，所以这也是他界限的一种体现他就想工作之余轻轻松松享受生活，过小日子这也挺美的呀，留给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陪自己的爱人，留给家庭，这不是挺好吗？所以他陪你的时间也多呀。
另外呢，他还是一个蛮佛系的人，就是他不是那种事业狂、工作狂，要追求个人成功，不是，他就是那种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那这些东西和别人无关，这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啊，他比较佛系，就不喜欢竞争。那这种人，同时他的攻击性也不那么强，会很温和，对待很多事情啊、生活关系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和看法。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自己的伴侣呢，不失为一种惬意的生活选择。前提是，只要你喜欢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节奏，那非常 OK 啊。那你们两个可以说，那真的是同频共振的，夫唱妇随，一唱一和啊，这很好啊。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呢，当然那就是要做另外的选择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你是否要与对方进一步接触呢？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你该不该和对方进一步接触呢？那这个梯形阵来显示啊，如果你和他接触的话啊，要切记，要特别的主动，要用你最热烈的方式去接近他，因为他是一个其实非常循规蹈矩的人，他看待生活呀，还有事业，包括感情的方式呢，是比较被动的，或者说有自己的条条框框，他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他真的有好感的话，需要你去大胆的去打破他的舒适区，你不能按照他的舒适节奏或者他习惯的那个节奏去走，那样条条框框的会把你箍死。如果你选择用特别温柔缓慢的方式去接触啊，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事情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要用热烈和直接的方式大胆表白，给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他的很多的想法条条框框还没来得及启动，然后就被你直接打破了。这是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如果你按照他的玩法，会把你整得很惨很累，最后呢精疲力尽，而且你指望着用被动的方式，就是指望他主动，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事情恐怕希望就很渺茫喽。所以当你选定目标的时候，就是大胆直接的表白，在接触的时候一步到位。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啊，你们认识的途径。从这个八卦阵来看嘛，认识的途径最不太可能的呢是老同事这一块，老同事和老朋友吧这一块比较弱一些，比较多的机会可能呢，一个是家人的介绍，还有一个是商务事业圈，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新同事方面也会给你很多的缘分支持。在朋友圈呢，新的和老的朋友会给你一些缘分，但这种缘分不一定很有效，你不一定能转化成功，接得住。同时呢，在旅游啊，有时候派对参与的时候呢，可以去撞撞大运。如果撞上了，那就烧高香了；撞不上，那也很正常。总之呢，家人、新同事还有商务事业圈是你结识脱单伴侣的首选。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你心灵调整的建议。对于你的这份感情呢，给你的建议是，在行动上呢要把握好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该是你大胆主动表白的时候。如果时机不到切记不要妄动，也不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去硬来，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成功率会很低。所以一定要等到你感觉那个水烧的差不多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啊，还有环境啊比较好的时候，这时候你一下子去主动表白，
这个时机把握、分寸的把握是要特别关键的。另一方面呢，你的内在其实需要做一些功课了。你内在压抑的情绪比较多，有很多需要释放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不释放的话，它长久存在你的心灵之中啊，会给你造成很大的负荷。这种负荷呢，导致你做一些事情啊，或者面对一些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比较艰难，或者有一些额外的负担。但这其实并不是你不够好啊，而是那些东西本来不是你的，你把它当做了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你需要对自己的内在做一个调理和释放。这种释放完成之后啊，那你的整个行为模式，包括感情沟通模式，会变得更加有分寸，更加平衡。之前呢，你在感情上会有一些卡点和失衡的状态啊，这就是因为过往的这些情绪啊，这些积累的负面的东西没有及时发泄和清理，要建立一个管道，建立一个负能量长期输出的管道，一个相对安全的渠道，不要让它积累在心里。你把它这些垃圾都打扫出去，你就可以轻装前进了。这是你在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课题，明白？好，以上是关于第3种选择的解读，请大家听完之后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